Hello， 欢迎来到娱乐八卦君。在节目开始前，请先关注、点赞，这是对我最好的支持哦。肖战是诸多媒体喜欢的人物，去年爆红的时候如此，今年被黑的时候也同样如此。只不过态度可能从未改变，也可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京报是一代主流媒体，多次报道肖战。然而风波前后仅仅4天的时间，对比反差太明显。众所周知，肖战凭借着去年夏天的电视剧《陈情令》而走红，甚至可以称为是爆红。一时间，肖战成为了各大媒体的宠儿，对他的诸多消息都进行报道，吸引了很多读者的关注。那时候的新京报也加入其中，前后报道了肖战很多消息，整体上的态度都是中规中矩的，也都是正向宣传，发布一些小采访中曾说过的话，以及提供与肖战相关的小礼品。这样的报道持续到了今年2月末，一直到让大家记忆犹深的227当天，新京报报道肖战依旧是同样的态度。紧接着就是大家所看到的一幕幕了，肖战陷入了一场风波当中，网络上关于肖战的风向进行了大逆转。4天后，新京报继续报道肖战，不过态度却明显不同。以肖战粉丝引风波，饭圈文化不能走火入魔，新京报快评开始对肖战的粉丝进行抨击，也对肖战进行了旁敲侧击。当时的情况，媒体指责肖战的粉丝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的确有很多不理智的粉丝存在，然而这却成为了直黑攻击肖战的武器。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直黑每诋毁肖战和他的粉丝时，经常会拿出这样的报道，似乎更有说服力。之后便是大家所看到的那样，肖战被黑得特别惨，又赶上特殊时期，肖战选择了不发声，一个人闷声扛着。然而等到肖战终于现身后，几次空降开始复工，直黑又掀起了教师事件，将肖战推向另一个深渊。与此同时，新京报又对此事进行了报道，题目为老师领学生跳舞支持肖战，越界应援应没了职业底线，新京报快评。一时间再次引来了很多人的关注。之后新京报对教师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为否定也再次成为了直黑叫嚣的筹码。不过媒体对任何人和事所持的态度都有自己的道理，这一点不容否定。但是新京报对肖战的报道在风波前后的态度完全不同，反差特别大。关于肖战，媒体都会有自己的立场，只要能够自圆其说，那边都没有问题。不过最近新京报报道演员牛萌萌的消息，很快牛萌萌发文否认，直言不是真的。当时也有其他媒体对此事进行报道，在牛萌萌发声后都已经删除了，新京报却纹丝不动。看到这一幕幕的消息，让很多人目瞪口呆。不过新京报对肖战多次报道的态度反差很明显。近日，张家口市政务部门官方短视频账号张家口发布了肖战与减脂老艺人学习减脂的视频，引起了诸多关注。其实张家口发布此前就发过这条视频，只不过新的这条加上了粉丝们的减脂作品。在肖战的玉县行全纪录视频中，去到玉县减脂博物馆的肖战满墙的减脂作品让他一步开眼。看着艺术作品，听着减脂艺人的讲解，他越发感叹道，我还是喜欢传统的，我觉得这个是只有我们特有的。在作为代表发言时，他说闻名中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玉县减脂就是其中一项。因为我从小就是学美术长大的，所以我对玉县的减脂艺术非常感兴趣，然后听说今天能和大师学习，让我非常期待。所以在跟大师学习减脂艺术的时候，肖战格外地认真。特别可爱的是，大师教他体验一下，他说他不行，大师还鼓励他说你行的。没想到初次体验这项传统艺术的他，就得到了老艺人的夸赞。减脂老艺人评价肖战的美术功底非常好，玉县减脂要卡色，他的色卡得非常准。即使进入了娱乐圈已有几年，但他的画画功底一直都没有丢。画画依旧是他的坚持，当设计师时画画是工作，而现在画画是记录生活。值得关注的是，张家口发布还在肖战体验减脂的视频，加上了粉丝们的减脂作品。
有3幅都是肖战发布过的作品，就是前几天肖战发布的为北京加油的手绘，他那时给粉丝们留下来一张空白的给粉丝们上色。近期在网上看到了许多粉丝的优秀作品，有用 3D 建模的，有拆分重组的，也有简单上色的，还有就是剪纸剪下来的，才艺满满。另一幅是肖战母亲节时发布的手绘图，大手护小手，粉丝将这温情的爱意用剪纸的方式保留了下来，请点击输入。还有一幅是肖战的情人节手绘，4个字母啦，一支箭，一封带有朱砂痣的信，粉丝也用剪纸的方式将这满满的爱意保存了下来。其实张家口发布官方发布粉丝们的手绘图，一来是点赞粉随正主的才情，二来是希望有解到玉线剪纸这项非遗文化。确实，这项传统艺术是我们特有的，但也需要让更多人看到、了解到。还有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公益助农的后续来了。不久前，美丽玉线官博发布了一条消息，感谢为公益助农助力的演员和网友。在演员们的公益宣传下，玉线小米的知名度得到了很大提升。在网友们的支持下，玉县的这家村办企业小米销售量比往常相比实现了近100倍递增。此前 CCTV 电视剧提及的演员中有肖战，肖战此次作为主办方的特邀嘉宾和扶贫产品体验官，走访了当地扶贫产业，用实际行动助力公益，而且带动了粉丝们参与其中。粉丝们除了助力玉县小米，还在社交平台上以各种方式宣传玉县的农产品、旅游景点等。参与的公益能得到很好的反馈，能真正帮助到别人，这就是做公益的意义吧。众所周知，娱乐圈的本质便是属于明星的圈子，而明星的发展范围有很多，比如影视、乐坛、相声、小品等等。而肖战作为现在的焦点，无疑是汇聚了不少人的眼光的。肖战最近发了新歌，也是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肖战最近发布了光点，才正是让人们知道了他同样是一位歌手。为什么要说同样呢？因为他同时也是演员，还频繁地参加综艺节目。跨界对于明星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曾有过跨界的经历，比如说刘德华，让人们知道了他不只是一位演员，更是一名歌手。张学友同样如此，然而有着这种经历的人已经是天王级的大咖。然而跨界却没那么容易，首先必须多才多艺，拥有演技的同时，也有作为一名歌手的基本功，还要有综艺方面的天赋，这一点其实肖战做得很好。跨界的前提也是需要人气的扶持，如果没有绝对的人气，基本就得不到娱乐圈的看重。虽然才2点，但能做到的人并不多。肖战其实是靠电视剧彻底走红的，所以导致很多人忽略了他歌手出道的经历。在拥有了影视圈的人气后，发表新歌自然热度上升，再加上平时综艺的经常露面，也是圈了不少的一波粉。而对于娱乐圈来说，背景非常重要，一个好的背景和基础便可以弥补很多的不足。比如说现在同样大热的郭麒麟，本身作为郭德纲的儿子，一开始便有了条件，再加上自己稍微用一把力，顺水推舟自然容易。肖战的事情和经历导致跨界这件事更加热门起来。其实后续才发现，很多影视演员开始涉足歌坛综艺节目，比如当初的娄艺潇，因为曾小贤的耽误而让多少人忽略了他音乐的实力。比如说罗云熙因为出演瑞玉而走红，让多少人记住了这温暖的大男生。最近发表的新歌不少人喜欢。这样类似的事件太多，相信以后还会更多。这种情况对娱乐圈来说是好是坏呢？其实娱乐圈的本质就是娱乐，同样是娱乐，只要有实力跨界，也有精力跨界，给娱乐圈带来的都是好处。然而这种趋势将会打击不少单方面发展的人。比如说周传雄，一代情歌教父，如今还沦落到商演的地步，这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规则的。没怎么参加综艺的他，曝光量在这个时代已经很低了，就算在影视圈也是做了一个小客串，这样便会导致他与这个时代脱轨，再加上最近音乐没了新作品，越加艰辛。韩红作为实力歌手，当年的影响力，然而到如今
除了公益事业以外，他的歌仿佛淡出了后续的作品，也难以比得上如今新贝的热度。可以说，这样的趋势完全把单方面发展的人置于绝境之中。当然，这种绝境只是相对于高人气来说，有实力的人在自己的圈子混下去也是没问题的。相信很多人也是希望自己的偶像能够有跨界的能力，更多的展现自己的实力。作为明星，本身就要有更强的实力，才能当得上这个称号。跨界本身就是培养明星能力的事情，相信很多人也希望自己的偶像是明日之星吧。别因为跨界而忽略明星本身的能力，还是得看后续的发展，如果不够努力，又怎么能在娱乐圈走下去呢？